再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之行。当地时间周五，拜登展开对沙特为期2天的访问。虽然两国签署18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能源等多领域的合作，但现场记者及国际社会都将焦点集中在卡舒吉事件上，尤其是美国媒体对拜登展开狂轰乱炸。此外，外界注意到，拜登刚刚离开以色列，当地时间周6中午，以色列空军对加沙地带目标发动空袭。当地时间周五，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沙特，从一下飞机开始，就注定拜登此行充满挑战。在机场迎接拜登的并非沙特国王和王储，而是一名地位较低的王室成员——麦加省副省长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有美国媒体特意翻出特朗普当年访问沙特时受到的顶级礼遇，与拜登此行进行了对比。When the president landed, he was greeted by a government official, a far cry from the over-the-top reception for former President Trump in 2017 and MBS's personal welcome.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萨勒曼国王亲自前往机场红毯迎接。访问期间，特朗普与沙特签署了价值达2800亿美元的双边投资协议，还达成了一笔价值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火交易，促使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而拜登上任后，受到卡舒吉事件等多因素影响，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抵达沙特后，于当日晚间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勒曼，随后还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谈。The oldest American president and the Middle East's youngest leader began with a fist bump. 两人碰拳的画面再度引发舆论关注。由于美方认定沙特王储萨勒曼是卡舒吉事件幕后策划者，拜登一度刻意回避与萨勒曼的接触。在中东行之前，白宫宣布，由于新冠疫情，拜登在访问行程中会减少与外国政要的肢体接触，这意味着拜登可以借此理由避开与沙特王储握手。然而，拜登抵达以色列后，与以方领导人频频握手，甚至有更紧密的动作。此举立刻引发西方媒体广泛关注，都在猜测拜登是否会和萨勒曼握手。虽然结果是拜登与萨勒曼以碰拳代替握手，但这一互动画面依然引起批评声浪。卡舒吉未婚妻哈提杰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拜登双手沾上被杀害的人的鲜血。此前，哈提杰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对拜登访问沙特感到失望。And which we all know who is guilty. I get very disappointed when I heard Biden visit to Saudi Arabia because meeting with MBS such a betray. 对此，拜登也做出了回应。I'm sorry she feels that way. I was straightforward back then. I was straightforward today. 拜登与萨勒曼寒暄后进行会谈，闭门会议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Jamal Khashoggi, will you apologize to his family, sir? 不过，现场记者没有得到萨勒曼的答案，美方人员也是一副置之度外的模样。据悉，这一提问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彼得·亚历山大。事后，他在推特上还透露，自己刚问完这个问题，就被一名沙特安保人员紧紧抓住了手臂。尽管在公开场合对卡舒吉事件只字未提，但拜登在会谈后为自己辩解说，他在这场闭门会议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该事件，并向萨勒曼施压。He basically said that he was not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it. I indicated I thought he was. 对此，美国媒体并不买账。有分析指出，由于此次是闭门会议，媒体均不在场，所以没人知道双方会面是否如拜登所描述的那样。不过，会后2名沙特高级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拜登的确提出了有关卡舒吉事件的问题，但双方的交流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具有对抗性。拜登是美国政坛对卡舒吉事件态度最强硬的人之一。这次，美国媒体还专门扒出了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批评特朗普包庇沙特，称卡舒吉事件使沙特成为国际上的贱民国家。We were going to, in fact, make them pay the price and make them, in fact, the pariah that they are. 更加微妙的是，由于美方认定萨勒曼是卡舒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拜登上任后一度刻意回避与萨勒曼的接触，美沙关系也一直处于低谷。而当俄乌冲突后，拜登试图致电沙特望其增产石油时，萨勒曼也拒接了拜登的电话。对于贱民这一说法，也成为当天拜登记者会的焦点。Did you regret calling the Saudis a pariah? I don't regret anything I said.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another incident, another murder like Jamal Khashoggi's won't happen again? God love you. What a silly question. How could I possibly be sure of any of that? I just made it clear, if anything occurs like that again, they'll get that response and much more.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在萨勒曼王宫逗留近3个小时，被视为他对沙特态度软化以及萨勒曼取得外交胜利。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很重要的军事工业的这个采购国，这个金额太大，因此呢，美国没有办法忽略沙特的重要性。那么因此也就把这个所有的事件呢，也必须翻篇，又没有办法翻篇的话呢，没有办法跟沙特阿拉伯相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必然的。当天，美国和沙特签署了18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能源、投资、通信、太空、卫生等多个领域合作。拜登表示，预计沙特最终将决定进一步增加石油供应，这将有助于美国抑制国内燃油价格高涨的问题。不过，外界注意到，沙特方面根本没有立即向美方承诺提高石油产量。有美国媒体把拜登此访称作求油之旅，目的是缓解高油价。当初，拜登因卡舒吉事件向沙特发出强硬警告时，国际油价为每桶41美元，如今油价已经高达约100美元。油价飙涨，美国6月 CPI 也达到创纪录的 9.1%， 严重危及中期选举甚至拜登连任，因此拜登不得不做出妥协。但沙特官员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如今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利雅得既不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没有开采更多原油，帮助美国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据悉，沙特等国将与俄罗斯在8月3号举行欧佩克加会议，对石油产量进行具体讨论。因为沙特阿拉伯离欧洲比较近，美国离这个欧洲比较远，因此运输费用呢，不管石油，不管各方面呢，费用比较高。再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原油也比较贵。所以呢，他希望呢，欧洲呢能够采购来自于中东的石油。那中东最大的产油国就是沙特阿拉伯了，所以必须要跟沙特阿拉伯达成一个我认为是一种软性的协议。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对拜登此行展开抨击。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批评拜登政府此次中东之行纯粹是在浪费时间。The only reason President Biden is going to Saudi Arabia is to beg for them to produce more oil. 在访问沙特前，拜登还前往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拜登重申通过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立场，并强调巴以共同享有安全和公认边界的重要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记者会上当着拜登的面批评他没有彻底改变特朗普时期的政策。Reopening the U.S. consulate in East Jerusalem, removing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from the U.S. terrorist list. We are not terrorists, and reopening its office in Washington. 特朗普任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推出所谓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取代2国方案。美方一系列一边倒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导致巴勒斯坦强烈抗议。拜登政府上台于今年5月宣布，将重新开放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以修复与巴勒斯坦关系。不过，对于巴勒斯坦总统提出的要求，拜登并没有做出回应，只是承诺向巴勒斯坦提供3.16亿美元援助。So even if the ground is not ripe at this moment to restart negoti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y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give up on trying to bring the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And both sides closer together. 周六凌晨，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先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4枚火箭弹，其中1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其余3枚落入无人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以军表示，哈马斯需要为加沙地带的一切行动负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拜登周5访问沙特和王储的会晤成为美媒关注批评的焦点，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很显然，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对待沙特的态度前后不一与言行不一所导致的，以至于这里面多少还有一些戏剧性的色彩。大家都想看一看拜登在访问沙特时的尴尬处境，看一看他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国际上有一种声音批评美国的意识形态与人权外交非常虚伪，经常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时，举的就是美国对待中东国家的不同态度。因为美国经常批评很多中东国家不民主，甚至是一度出兵以武力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但是对于跟过去的伊拉克与利比亚有着相似政治制度的沙特阿拉伯，美国这不仅网开一面，
甚至还跟其结成了某种特殊的同盟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待沙特的态度不仅引起了国际上反美力量的批评，甚至连一直高举意识形态与人权外交的美国民主党也是非常的看不惯。拜登在跟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就严厉抨击了共和党与特朗普所谓的见钱眼开、不讲是非原则的对沙外交政策。在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件发生后，拜登政府不仅停止了向沙特出售武器，甚至还非常无理地称呼沙特为所谓的贱民国家。在这次访问沙特期间，为了避免外界的指责，拜登还刻意以防御为名，避开了跟沙特王储的握手。然而，拜登虽然嘴巴上表现得仍然还很强硬，说在访问沙特期间不会避开人权问题，但是他的行动却非常诚实。这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向沙特低头与妥协的表现。那么在您看来，拜登为什么会向沙特做出妥协呢？确实，拜登这次访问沙特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低头的表现，或者说是价值观、意识形态与人权外交向功利主义外交做出妥协的表现。而在我看来，拜登与民主党内心深处仍然是不会放弃其冷战思维，放弃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与人权外交理念的，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仍然一意孤行的在印太地区挑起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冷战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清醒判断。拜登与民主党这次之所以会向沙特低下高昂的头颅，完全是因为受到两个重大事变的影响。其一是因为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美联储无节制的印钞放水行为，以及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现象，终于在今年上半年集中爆发，导致美国出现了40多年不遇的通胀，并严重冲击到了民主党的中期选举与拜登的连任计划。其二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家并没有听从美国的招呼，增加石油产量，让油价降下来，甚至是为了报复拜登政府与伊朗重启核谈判的行为，反而是跟俄罗斯走得更近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才拉下老脸访问沙特。他不仅仅是要亲自出马求着沙特增加石油产量，更为关心的还是要将沙特从俄罗斯手上给抢回来。那您认为，在拜登访问沙特之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能够满足美国的愿望吗？我认为很难，其中的主要症结仍然是横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人权问题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拜登这次出访沙特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放软了姿态，但是其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做法与思维方式是不会改变的。另外一方面，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中东的民主化改造并不成功。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几乎中东的所有国家都存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问题，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人权问题。这样一种现象就导致了以沙特为首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对拜登与民主党深层次的互不信任。那么其次，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就已经逐步放弃中东，要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重心东移。到了特朗普与拜登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又进一步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了印太地区，甚至连俄乌冲突的发生都没有能够逆转这样一种大趋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很多中东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再受美国待见了，不太可能跟在美国后面跟伊朗与俄罗斯对着干了。对于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来说，跟俄罗斯达成攻守同盟，共同将油价稳定在高位，而不是去执行美国的中东大战略，才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除此之外，拜登这次访问中东的时候，除了构想一个宏大的中东大战略之外，并没有端出多少实实在在的牛肉，尤其是在解决以巴冲突问题上，
没有拿出具体的办法，也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会对拜登敬而远之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五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包括非机密备件与维修零件以及坦克与战车组装在内的技术支援，总额为1.08亿美元。此外，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再打台湾牌，鼓吹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要求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这与中美防长上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会晤的精神背道而驰。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五发布声明称，该局已知会美国会一项价值1.08亿美元的军售合约。声明称，这次军售的项目包括非机密备件与维修零件，以及坦克与战车组装、后勤技术支援、美国政府与承包商代表技术与后勤支援，以及其他后勤与计划支持。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声称，此次军售将有助于维持台湾的车辆、小型武器、战斗武器系统与后勤支持物品，增强因应当前与未来威胁的能力，维持军事能力目标，同时进一步增强与美国的互可操作性。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第5次对台军售，也是今年第4次军售案。针对这一消息，有岛内网友在脸书及台媒评论区留言表示：“交保护费的，保护费年缴变季缴。”还有网友称，又当凯子，台湾已经被美国榨干了。在短短的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边，拜登已经连续第5次军售，那么其实也是为了向台湾传递一种美国继续支持或者愿意支持台湾的这么一种政策信号，给台湾撑撑腰、鼓鼓气。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看到，同时这次军售其实并没有出售什么新的武器装备，那么也体现出来美国现在一个对台军售的，或者说是未来对台安全承诺的所谓安全承诺的这么一个信号，那就是它要让台湾已有的武器装备尽可能发挥作用。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日曾在《检视防务周刊》《国防新闻周刊》任职的旅台美国人严文德提出实证，披露台当局曾于2002年正式向美方递送希望采购100至120架 F-35B 战机的意向书。台媒称，民进党上台后也曾重提此案，但同样遭美反对。美方至今拒售新型战机给台军。严文德曾推测，美方对把先进战机交给台方不放心，认为 F-35这样的战机部署得离中国大陆过近的话，有可能被解放军侦测到相关的技术参数等信息。美国对台出售 F-35型战机的话，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因为对台军售对于美国而言，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决定，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那么他必须要考虑到对台军售如果出售某一型装备的话，是否会引起大陆方面的激烈反对。值得警惕的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鼓吹所谓不对称战力，向台军兜售一批声称可以以小博大的武器。今年6月的所谓蒙特雷对话期间，美方列出的不对称武器清单包括反舰导弹、防空系统以及能发出早期预警的情报搜集系统等。美方试图将台湾武装成美国政客口中的豪猪，声称要让大陆难以吞咽。但岛内有舆论认为，美方的不对称战力主要是为了卖军火，因为清单上的武器都价格昂贵。从战略上来看，台军如果钻进美方设下的打造不对称战力圈套，必然会削弱防卫能力，等于是放弃了多年以来的军事策略，无疑是冒险之举。还有军事评论指出，以台湾的地理处境和军事实力，无论采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都无法形成对大陆的不对称战力。所谓的非对称战力，也就是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是不可逆的，这种持续在向大陆方面倾斜。那么无论出售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最终的话，其实台湾都是顶不住大陆的雷霆一击的。地缘战略利益去考虑，但最终受害的将是两岸的老百姓，尤其是台湾民众。另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周四，美国众议院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预算总额高达8400亿美元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再次包藏祸心，企图打台湾牌。根据众院公布的摘要，该法案对台湾的所谓支持包括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重申美军印太司令部不需要顾忌中国大陆，有权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等。观察指出，美国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与中美防长近期会见的精神背道而驰。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当面对美国防长奥斯汀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祖国统一是绝对要实现的，
搞台独分裂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外部势力干涉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解放军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的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来把视线聚焦到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近期，斯里兰卡局势骤然恶化，经济困局、政治乱局与社会危局交织，国家治理濒临瘫痪。周三，斯里兰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国总统已离境，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被任命为代理总统。在全球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斯里兰卡为何遭遇完美风暴？来看报道。由于总统离境，斯里兰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周四，新加坡政府确认，拉贾帕克萨已经获准入境该国进行私人访问，但并未寻求庇护，也未获得这方面的许可。当地时间周五，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宣誓就任斯里兰卡临时总统，将行使总统职权。根据宪法，推举新总统的程序随之展开。希望我们在和平的环境中与所有的相关党派共同合作，在7天内完成总统选举程序。据悉，斯里兰卡议会将于下周2接受总统人选提名，下周3投票选举新总统。自今年3月以来，无法偿还外债、燃料、食品、药品严重短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斯里兰卡。令全球舆论震惊的是，7月6号，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对外宣布，斯里兰卡已经破产，成为自2020年以来全球首个宣布破产的国家。斯里兰卡政府还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至少维持到2023年底。分析人士认为，斯里兰卡经济状况近年来不断恶化，主要由内外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斯里兰卡产业结构较为单一，除了旅游业，一直以来仅种植少数几种农作物。2021年，斯里兰卡政府推动有机农业发展，下令禁用化肥。据专家测算，这项禁令使该国水稻年产量减少约43%，橡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出口减少40%，不少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农作物减产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大量民众生活陷入了困境，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其实呢，总统就是为了削减外汇的支出啊，所以讲不想进口这么多化肥了。他这些政策的结果都很简单，导致了斯里兰卡的农业的产值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成本呢大幅度抬升，大量的农民呢因为生产成本过高而放弃了种植，导致斯里兰卡原本肥沃的土地有大量的农田嘛遭到弃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出发点是什么，斯里兰卡总统本人推行有机农业这个做法，可以讲是有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斯里兰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汇收入，其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高度依赖进口，但受新冠疫情影响，来斯里兰卡旅游和海外务工人员骤减，两者叠加，导致斯里兰卡外汇收入大减。斯里兰卡财政部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可用外汇储备已经降至不足5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因素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使得本就外汇紧张的斯里兰卡更加捉襟见肘。燃油荒、粮荒和药荒等接连暴雷，多项基本民生服务陷入瘫痪。数据显示，6月份斯里兰卡通胀率达到54.6%，创历史新高。其中，食品通胀率更是高达80.1%，约30%民众面临食品短缺。此外，美联储大幅加息，也将斯里兰卡经济卷入恶性循环。斯里兰卡卢比对美元汇率下跌逾37%，成为全球表现最差货币。该国信用评级一再遭评级机构下调，目前已经降至垃圾级，被国际债务市场拒之门外，无法再向海外借款融资，财政枯竭。斯里兰卡4月宣布停止支付外债。5月，该国已累计拖欠了7800万美元的外债，并无奈宣布债务违约，成为本世纪以来首个外债违约的国家。目前，斯里兰卡政府积累超过500亿美元债务。6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曾经访问斯里兰卡，并与其进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谈判，但因政局不稳一度暂停。IMF 周五宣布，一旦斯里兰卡的体制危机得到解决，他打算恢复与该国的紧急经济救助谈判。纽约时报预计，到2022年底，斯里兰卡需60亿美元来购买燃料和其他必需品。在资不抵债的局面下，借助外力缓解危机成为一种必然。第一步呢，就是先能不能斯里兰卡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一个所谓的紧急的救助协议。
避免斯里兰卡这种所谓的破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进一步延伸啊，让斯里兰卡政府呢运转起来，让斯里兰卡的经济呢运转起来。在斯里兰卡持续动荡之际，中方也第一时间对斯伸出援手。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周五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斯里兰卡仍在持续与中国磋商高达4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希望中方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偿还今年到期的等值中国债务。斯方还希望得到15亿美元的信用额度，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并启动15亿美元的互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同日表示，中方始终密切关注斯里兰卡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方宣布向斯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还通过政府、地方、友好组织等多种渠道，向斯社会各界提供多批次、多元化、惠民生的援助。汪文斌说，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道，继续为斯应对当前困难、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斯里兰卡危机并非孤立。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醒，斯里兰卡是这波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启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第一张倒下的牌。以通胀高企闻名的津巴布韦也是其中一个例子。路透社指，津巴布韦的通胀率在6月一翻倍至191%，民众难以维持生计。报道还称，全球目前正面临极大经济困难的国家超过70个。巴基斯坦也被认为处于经济紧张状态，该国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和粮食，6月通胀率攀升至21.3%，是2008年12月以来的最高。该国央行为通胀降温，自年初将关键利率提高了525个基点至15%，但过去一段时间，该国深陷政争，拖累迅速应对，令财政情况转差。该国外汇储备迅速萎缩，到6月21号去到临界点，只剩不到6星期的进口保障。联储加息可能会导致这些热钱从发展中国家流出会刺激当地货币的进一步贬值导致当地的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提升。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首先呢是要把斯里兰卡这次暴雷引以为戒，另一方面也要对于美联储的加息以及未来的可能进一步加息要放在脑海中，可能要采取一些未雨绸缪的措施。发达国家同样面临通胀危机，以新西兰为例，该国通胀达30年新高。食品按年通胀率为6.8%。易普所的6月民调显示，生活成本上升已远远取代新冠疫情，成为当地民众最迫切的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许先生您好。斯里兰卡近期局势紧张，成为近年罕有的宣布国家破产的国度。那么您认为根源何在呢？实际上这一次斯里兰卡的危机是一种多重的危机，是以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是密切相关的从内部来说呢，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的外汇短缺的危机造成了这一次多重危机的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内部的因素这与它斯里兰卡这种单一的脆弱的经济结构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因为我们知道斯里兰卡它主要的出口的几大产业是非常单一的一个是旅游业旅游业大概是占了它的 GDP 12%这么一个比例另外呢还有它的种植园的产业，种植园主要还是以它的茶叶为主要的这个出口的拳头产品。第三个是它的纺织业，纺织业主要是一些出口欧美的比较高端的一些纺织业所以呢这3个产业呢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呢应该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它的外汇短缺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另外还加上它的政府呢在这一次的一些宏观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失误，特别是对粮食的一些政策特别是它推出了有机农业这么一个政策，100%的禁止化肥和农药这样的话呢是粮食减产40%的粮食减产使斯里兰卡由一个生产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进口粮食的国家，这样的话对它的外汇又是一种消耗所以呢由于它的外汇短缺的危机结果呢就造成了国内的它的一个
粮食的这个价格的上涨，而由粮食价格的上涨呢，又推高了它的通货膨胀啊，所以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这是从国内来讲。那么从国际上来说呢，由于俄乌冲突，实际上对它的旅游业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俄乌冲突也推高了它的这种燃油等能源方面的一个价格同时呢，实际上呢也推高了它的通货的膨胀所以呢这种内外这种夹击可以说是斯里兰卡呢面临这种多重的这种危机。斯里兰卡跑路总统已经辞职，总统维克拉马辛哈也已经宣誓就任临时总统。那么您认为斯里兰卡新政府能够带领国家爬出泥潭吗？国际社会如何援手呢？我觉得外界现在迫切需要的还是，我觉得第一时间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因为毕竟这一次的危机造成了粮食的短缺、物价的这种上涨那么呢很多人在挨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中国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我们提供了5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呢还追加了粮食的援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另外呢，国际社会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相关的主权债务的国家可以呢进行跟斯里兰卡相关方面就债务的重组等等一些方面呢来进行一个谈判所以实际上呢，这要给国际社会、给斯里兰卡一个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国际的多边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呢，应该说跟斯里兰卡相关方面就一些紧急的经济援助应该要赶紧的进行一个磋商，而不是需要去等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国际社会应该说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作为关键是对要稳定这个斯里兰卡的局势，要给这个外界的投资者呢，给斯里兰卡一个信心，这是非常的必要的。那么从斯里兰卡政府本身来说，我个人认为，它首先要控制好这个全国的这个局势就不能由于这种多重的危机而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特别是社会的大动荡。这个应该说是对经济恢复或者解决危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来说斯里兰卡的这个新的这种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有所作为。